上期视频聊到了加拿大光速破产的方式，开店。很多朋友也希望我讲一下开店背后的商业地产的投资逻辑。商业物业是好的投资选择吗？大家想听的我都会来聊聊的。所以开干啊，我玩的就是真实啊。孩子，我玩的就是真实。分2期视频给大家讲讲商业地产的门道。大家好，我是 Norman。上期视频讲的加拿大开店上的黄河大 bug， 不知道屏幕前的你或者你的朋友是不是遇到过呢？希望没有啊。很多朋友感兴趣背后的商业地产逻辑，今天来给大家聊聊加拿大的商业物业基本逻辑是怎么样的，跟大家讲讲有哪些商业物业类型，以及商业物业是否适合普通人投资。先跟大家说一下结论，商业物业对 99% 的普通人来说是不合适的投资产品，主要有2个原因：看不懂和钱不够。先来说第一个问题，看不懂。很多时候投资商业物业的知识和经验的门槛是很高的，绝大部分人对商业物业知识是匮乏的，最基本的成本和费用都算不清楚，会漏算很多内容。这种情况下，投资商业地产和赌博是没有区别的，只是听起来好听一点。对于一般的住宅地产，大部分人或多或少都是懂一些的，毕竟即使不投资，也天天住在民宅里。民宅相关的信息获取也有很多平台提供，比如 Realtor.ca、Zolo.ca， 还有华人用的比较多的房大使，大家能较为轻易的看到历史数据，算出来房贷等费用和租金等收益项。这样全面的信息对于买家来说是非常方便的，也拉低了投资的门槛。而对于商业物业来说，资源就少得可怜了。许多信息需要使用经纪人专门的平台和数据库才能查得到。想要了解商业物业背后的逻辑，更多的时候不只需要实地考察项目，还需要有相关的运营生意的经验。这让我想起了一个大家都知道的商场——锦绣中华。旁边的太古广场算是多伦多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商场，人气也挺旺的，与斯普代纳的唐人街可以算是齐名的。可是对门的锦绣中华就是门可罗雀了。当时锦绣中华的开发商也是宣传的天花乱坠的，尤其是优秀的地理位置，地处 Steeles 与 Kennedy 2条大道的交界处，对面就是发展成熟的太古广场。按理说锦绣中华这个位置确实是不错的，但是和太古广场实在是太相似了。太古在2个路口 Steeles 和 Kennedy 的交界处，进出是更加方便的，而且商铺的数量庞大。相比之下，锦绣中华商家数量少得多，而且只靠 Steeles 这一条街，进出是更加不方便的。如果2个商场挨得很近，其中一个太古更加方便，而且商铺更多，那么一样的东西为什么还得特意跑到对面的锦绣中华去买呢？如果按照一般的住宅领域的投资理念，2个商场地理位置是类似的，价值应该也会差不多。结果到了商业地产投资这里，挨得近也能被旁边的大哥吸走人气，你说气不气啊？根据心理学家邓宁和克鲁格研究得出的达克效应，也就是人们对自己能力真实认知的偏差，有人总结了人们认知的4个层面。第一层叫不知道自己不知道，第2层叫知道自己不知道，第3层叫知道自己知道，第4层叫不知道自己知道。很多时候最盲目自信的一批人，其实是不知道自己不知道的第1层级的人。市场里那批明明不懂商业物业，却被忽悠进来投资商业物业或者开店的人，可以说都属于不知道自己不知道的状态。因为不懂才会盲目自信，跟风投资进入了商业地产领域。而忽悠他们进来的经纪人，大部分人是知道自己不知道的，但是要装作自己知道，为了赚钱嘛。这批人呢，也经常割了一茬韭菜就跑。Norman 对房地产的认知有多少呢？对于民宅房地产投资来说，我可以比较自信地认为我自己是知道自己知道的。对商业房地产投资而言，我的认知大致停留在第2层和第3层之间，也就是接近知道自己知道，但是还没有完全到的程度。第2个 bug， 钱不够。商业物业需要的钱其实是远大于绝大部分人的收入和资产状况能够触及的范畴。正经的投资项目很多时候需要财团、基金才能投资得起，才有足够的本钱让我们犯错误，并从错误中学习。商业物业投资很多时候可以说是贫穷限制了想象力的现实版。普通人钱不够，就造成了投资商业物业容错率极低，任何错误都不能犯，犯了就可能有很大比例的资产打水漂。
这样近乎于零的容错率在投资里是完全不能接受的，因为没有人可以一辈子投资不犯错误。也是因为容错率低得可怜，我们得出的最优解很有可能是在不看收益率的情况下，也要对这样低容错率的项目敬而远之。同时，商业物业贷款也更为困难，很多时候买卖商业物业可能需要100%的 cash， 或者要付比民宅高得多的利息。因此，投资商业物业通常会占用大量的资金，资产的流通性也会更大。买卖很多时候是需要专门运营相关生意的人才会做的，不像民宅那样可以几乎卖给市场里的所有人。容错率低这个问题，归根结底还是因为钱不够。钱够的情况下，我们可以肆意妄为的随便花钱，学习操作，最终领悟商业地产投资的逻辑。而现实并不会给我们这样的机会。同时，因为投资商业物业占用的资金量大，流动性差，退出也是相对困难的。万一我们做了错误的操作，想要转向掉头也会非常困难。这些不利因素都使得投资商业物业这个游戏并不属于大多数普通人。相比之下，投资民宅即使亏了，止损的成本也会小得多。说完了投资商业地产主要的门槛，再来说说商业物业有哪些类型和它们各自的特色。1. 土地， 2. 宾馆、养老院、加油站， 3. 工业厂房， 4. 仓库， 5. 零售物业， 6. 办公室， 7. 多户住宅。总的来说，这个列表是根据门槛或者说投资的难度从高到低来排列的。土地是所有商业物业里最难投资的，因为它本身是基本不产生任何现金流的，买下来持有就是在每天烧钱。投资土地的主要出路是期待 zoning 发生变化，或者容积率 density 上升，最后可以修建的面积 buildable square feet 上升，从而赚取相应的增值。做土地投资 land banking 的主要玩家是大型开发商或者是 REITs。REITs 是 Real Estate Investment Trust 的简称，下面会多次提到。REITs 的本质是一个专门投资房地产的基金，集资来买地买楼，收到钱之后给股东分红。因为投资土地实在是现金流太差，很大的开发商也经常为了让自己运转良好，不去囤很多的地，而是和真正的地主合作，自己就赚建房的车马费和对应的利润。土地投资想要挣到利润以及控制好风险，最好是自己有开发的能力，卖不掉的时候呢还能自己用。即使是最大的 REITs 想要靠投资土地赚钱，基本上也需要匹配一些产生现金流的资产，或者在本身的经营中盈余可以中和掉严重的负现金流，让土地投资变得长久。宾馆、养老院、加油站本质来说不是商业物业投资，而是和上期讲到的一样的开店经营行为，是主动行为，不是被动投资。这些物业类型真正的玩家也是专业公司和财团或者是 REITs。但凡你没有家族企业，或者你本人没有在养老院、宾馆类似的行业做到行业的大拿，还是自己尽量不要碰这样的物业了。即使是专业玩家，把酒店玩倒闭的人都数不胜数，非专业的玩家想要进入这个行业，门槛也不是一般的高。如果一定要买这样披着物业外衣的生意，不要想着会有被动收入，这就是个全年加班才能有一线生机的创业项目。工业厂房、仓库、零售物业和办公室这4类物业类型，我推荐的基本原则是，除非你能自己用得到，不然就别买。如果你自己有工厂，需要厂房来生产东西，你自己卖货需要仓储，你自己开餐馆需要不被房东挤兑，或者你想自己开个律师楼不付租金，这种情况下买对应的商业物业是合适的商业物业投资，因为这样做可以极大的降低商业运营的成本和风险。如果你自己不用，买来出租行吗？不行，因为这个商业物业当你自己用的时候，可以说空置率是0%，而当你买来想要租给别人的时候，空置率经常会高到找不着本。刚才这句话可能有点绕啊，但是它非常重要，大家一定要反复多听几遍。这几类物业主要的玩家也都是 REITs 这样的基金，比如 Eaton Center 这个大型购物中心就是 Cadillac Fairview 持有的。这家公司手里管理的房地产资产是超过400万加币的，而 Cadillac Fairview 的母公司就是知名投资基金 Ontario Teachers Pension Plan OTPP 安省教师基金。刚才提到的几类商业物业类别里， Retail 其实是绝大多数人见过最多的，也是相对熟悉的。大多数人是买不起大型 Plaza 这样的 Retail 物业的，但是有一些 mall 或者 Retail Center 开发商会把店铺拆成小的 unit 售卖 Condo Retail Unit。
就像民宅开发商不是整个楼一起卖，而是拆成一个一个的 condo unit 来卖，这个投资类型是绝对的大坑，千万不要碰啊！前面说到了锦绣中华的例子，大家知道有卧龙的地方必定会有凤雏啊。再跟大家来说一个经典的 retail 的失败案例，那就是多伦多边上的王府井商场。我总结了一个顺口溜：前有锦绣中华画大饼，买家几十万买店变房东；后有王府井建商跑路，到如今一半店铺空无人。是的，王府井商场至今都还是入住率只有 50% 左右，开发期间就八卦不断，什么老板卷钱跑路啊，老板娘提车炫富啊等等，修建过程重点就是一个字儿拖，毕竟钱都被卷跑了嘛，拿啥盖啊？目前这个商场在来来回回之后已经开始艰难营业了，我也路过进去过，整个商场除了超市运行的还凑合，其他商铺都是比较冷清的，很多店铺都是空的，门口也都贴着招租或者售卖的信息。招租的 unit 大部分都会送几个月来促销，相信这些 condo retail unit 的房东过得也是比较艰难的了。炒股炒赔了舍不得卖，有一种文雅的说法叫炒股炒成股东。买房子买亏了舍不得卖，可能可以被称为买房买成了房东。多伦多商业地产投资可能最难也难不过王府井的房东了吧，集合了开发商诈骗、买家不懂等众多八卦。果然在加拿大只有中国人会骗中国人，因为这批骗子他们不会骗其他族裔的人。办公室 office 这个物业类型也有比较严重的问题。我们的邻居美国的办公室市场就是一团糟，空置率奇高，投资相应物业类别的基金也损失惨重。加拿大本地市场来看，我也见到有很多大的公司有多个办公地点，在部分办公室到期之后也不再续约，减少租赁面积的情况。办公楼的整体衰败主要是由于疫情以来越来越多的人和公司改成居家办公造成的。这个风气的改变是时代的产物，不可预测也不可逆。不过关于 Office 这边，我可以举一个比较正面的例子给大家。Richmond Hill 某保险行业的大佬是1980年毕业的老的多大校友了，经营了一辈子 Richmond Hill 保险 agency 的分公司，干得非常牛掰，期间赚了不少钱，可以说是非常懂自己的业务了。随着经营积累下的财富，大佬用自己赚的钱买下了自己公司所在的办公楼。最近大佬退休了，他把自己的保险 agency 附带客户 book 卖回给了公司总部，但是他并没有就此隐退江湖，而是把自己用的办公楼租给了后来买他保险 agency 和客户 book 的新的经营者。这位大佬实在是太懂这个生意了，把自己的办公室布置得非常高效，用起来很方便，于是租给新来的 agency 经营者的租金达到了市场价的 130%。 这种真的懂生意的人投资商业物业确实是能赚到钱。不过试问市场上又有多少想参与商业地产投资的朋友对商业地产对应的生意运营能了解到这个程度呢？真的没有多少。综合来看，商业物业的主要属性是服务商业需求的。如果我们本身不是做生意的人，那么商业物业和我们的联系并没有那么大。我个人对商业物业的基本建议就是别碰，除非你自己用得上，并且能帮助你的生意运营。真的想投资商业物业，起码要充分了解物业背后的生意本身，在对应的行业干5到10年都不为过，或者去对应类型的 REITs 基金干个5到10年。当然钱特别多的土豪想尝试一下，那么随意啊。还有个有趣的现象，为什么今年我发现身边有更多的人开始关注商业地产呢？我感觉源头还是因为住宅不好卖了，很多经济需要吃饭，就像16年创造翻建能赚大钱的故事一样，开始推销起了新的热点——商业物业。大家一定要谨防自己被这个类型的恶意营销割了韭菜。随着居家办公比例提高，每个人的居住环境显然是比商业地产更值得关注的事，也是更有投资潜力的产品。大家做房地产投资还是要盯着自己每天都在用，相对更懂，同时投资门槛更低的民宅物业来投资。这类物业容错率很高，可以买得起的人也很多，变现难度低，整体风险小，但收益率其实并不差。细心的朋友会发现，我有一个商业物业类别没有讲，那就是 multi-family 多户住宅。这个类别既算商业物业里难度最低的类别，也可以算是民宅物业，区别只是买的时候不按一个 unit 去购买，或者一套房去买，而是按一栋楼这样来购买。我个人也有多年做 multi-family 投资的经历，我觉得我对 multi-family 的理解可以算是接近知道自己知道的程度，也是超过市场上绝大多数经纪人的。具体有什么经验和心得，下期视频分享给屏幕前的各位。
敬请期待，不要走开。点关注不迷路，房子上的问题找 Norman 就够了。